点赞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德国小米。我们过来装衣架，今天跟衣架杠上了，这是装第4个。他家这个房子呢还有点特殊，他这个做的是那种蜂窝大板。咱们装晾衣架要取一个电源线，这个电源线呢就在中间这个位置，但是它这个大板已经分起来了。我们装的时候要把这个大板还得拆下来。拆下来，把那个打一个洞，把线给穿出来。要或者就是我们打这么大一个洞，把线掏出来也行。但是打这么大是不是有点不合适？打个2公分的小孔。卫生间这边呢，它还有一个情况，在那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画了2个标记点。这2个标记点它是要装2个桶的。吊顶的师傅呢，他没有75的开孔器。这个活呢，就是吊顶师傅给介绍的。我就一起开孔，把灯给它装好。好太太的晾衣架，从这个质量的角度来说，好太太应该属于最好的了吧？质量好，但是价格也贵。如果注重品质的，是不是这是首选？昨天有个评论区的说，你那个有了那个锂电钻和锂电角膜镜，说把这个插线的他给收了去吧。那怎么行？我装晾衣架，不管是装手摇的、装电动的，我都带这个电钻。这个是牧田的，当时也就花600多买的吧。为啥装晾衣架要带这个呢？它的工作效率高，打孔速度快。一般带的话就是电源线、角膜机，这个电钻就是全套是插电的。取电源也好取，从阳台这边都可以取电源。要是用锂电的话，我还感觉它速度有点慢，没有这个速度快。这个晾衣架它都有那个开孔的样板，这个样板哪去了？但是那个开孔样板不知人哪去了。但是开孔样板我从来也不用，因为不管是集成吊顶也好，或者是这种石膏板吊顶也好，都是用尺子量的。量一下这个孔与孔之间中心的距离，14。从这边量也是中心到中心1.05米。我们有了这个长度的尺寸和宽度的尺寸，这个就好干。这个衣架刚好就装在这一块板的中心位置，75。先找出了这个中心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衣架的长度中分。1.05米是个525，然后我们再从左右分出这个中心点，宽度是14的话，中分是7公分，2公分的开孔器，直接打。装电动晾衣架呢，用的就是2种钻头，这个是10个出的，吊杆这是8个出的，这个钻头是12的，这个吊杆也是8个出的。为什么选择2种呢？因为有的厂家带的就是这种10个出的套管，所以说你要准备10个的钻头。有的衣架厂家呢带的是12的套管，所以你要准备12的钻头。这就是吊杆的4件套。两种4件套，吊杆、螺母、套管、撑头4件套。然后它们的区别呢，螺母是一样的，丝杆是一样的。这个套管就是10个出的，这个撑头也是10个的，它们是配套的。然后打12的孔，吊杆是8个的，螺母也是8个的。这个套管就不一样了，套管是12的，然后这个撑头也是12的。一般衣架厂家带的都是这种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市面上如果买的话都是这种的。很多新手师傅往往就被这个东西误导了。这个东西怎么弄？到底买多大的？这么近距离看，他们俩的粗细，一个粗一个细，
这是很明显的。如果你是搞安装的，这两种一定都要准备，缺一不可。只要把这个螺丝做好了以后，这个吊杆是想要多长做多长。我今天打的就是10个的孔，为什么打10个的孔？因为我要利用厂家带的这个套管，这个不浪费，所以就打这个。这个打孔的深度啊，我们一般打5公分左右就够了。测量这个顶的深度的时候，尽量是左右两边都测一下。有时候它这个顶有坡度，高度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差个半公分那也无所谓，如果差2公分，这吊杆就切的一长一短。这是18公分，18公分加上我们打孔，另外再加7公分，6到7公分，18加7多少？25，所以我们这4根吊杆切割的长度就是25公分。我去，这顶也太深了，这也太费吊杆。切吊杆的时候，大家尽量戴上眼镜，我是忘拿了，平时我都戴。我不戴，我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。我切的时候，我头就在这边，这边在切。哎，这4个吊杆就做好了，厂家带过来这螺丝就废了，没用了。但是它的这些垫片、螺母我们都要用，全部都用，唯独这个东西没有用。找到，哎，找到里面的孔，然后把这个吊杆扎进去，外边留2公分。这个吊杆做成这个样子还没完呢，我们先拧一个螺母上去，和这个顶拧平了。一会儿我们下边再锁一个螺母的时候，上下一夹，刚好把衣架就夹住了。第二个拧的时候呢，就哎拧上来就可以了，这留点缝隙。我们这个主机装上去以后吧，我们这个活基本上一多半都已经干完了，剩下这些东西都简单了。它这边有2个连接片，这2个连接片都得拧起来，把它收起来用这个螺丝固定在中间，它防止这个衣架左右跑，限制它横向的看，现在它就跑不了了。get。不过像这种情况，只有这个牌子的它是需要我们组装的，其他的几乎都是出厂都是一体的。这个要拿螺丝拧上。厂家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组装的活就丢给我们了。曾经有一个师傅跟我这样说过，这东西啊就是圈圈，哎，你说你不套吧，它20-30个；你套吧，这也得一会儿时间。那个师傅跟我说。厂家不套，好家伙，你给我留着，开窗户，飞了，业主也不知道。下的时候还得我得拉一把，重力不够。好了，杆子已经装好了。这个杆子装完，这个东西一定是向里的。我可真的见过向外的，向外的太难看了，那肯定装错了。好嘞，完活了。帮吊顶师傅开个口，装个灯。来。